刘儿，你看这雪，像不像13年前我守在你房外，等你瞧我一眼的那天？眼前这个戴着缠金衣扇冠，身着玄色礼服的男人叫萧玉安，大周的皇帝，我的夫君。此刻我所居住的琉璃宫，金香泥吞吐着百合香。萧玉安知我极怕冷，特意赐下胶房，又后铺波斯毯。这样的寒冬腊月，宫中赤脚也不觉得冷。此刻外头的雪既然落着，萧玉安揽我入怀，倚靠在榻上，与我一起瞧着外头的雪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萧玉安眉眼如画，看我的眼中漾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爱意。你为我奔丧的那个雪夜，我才这么说，就被萧玉安重重地敲了下脑袋。都是贵妃了，不可以说这样的话。你且说像不像？不像。我认真地摇头。那天的雪比现在要大，还有个少年站在外头像雪人。不然我现在出去，再为你站一次。萧玉安挑眉，在你出去之前，我爹肯定要提刀先来清君侧。我娇哼一声，钻进他的怀里，仰起头，借着火光看他。萧玉安生得好看，眉眼锋利，朝黑长睫在眼下垂下一片阴翳，一派温润谦和的君子模样。我爹说的对，他是个贤君。他捡起先皇丢给他的内忧外患的大轴。前朝重用能臣，笼络权臣，贤明宽宥，善待手足。后宫娶了3朝元老林家嫡女林咬娘为后。林咬娘是京城出了名的闺秀，贤良淑德，将后宫打理得一派和睦，除了身子弱些总犯咳喘外，叫人一点挑不出错处。岸上灯花结了又落，发出闭包的细碎声响。他的下巴轻轻抹撒我的额头，委屈你了，刘儿。我是他结发10年的太子妃李刘儿，他登基后却只封我为贵妃。我摇摇头，想着方才他在坤宁宫，他不顾皇后在侧，急着要拉着我离场的模样，忍不住笑出来。皇后娘娘才委屈，册封贵妃的仪式可比登基大典简单多了。你都按耐不住，频频咳嗽，叫皇后娘娘面子都挂不住。那我不管。他竟然有了一点从前的幼稚，只是想着太委屈你了。谁让我的夫君是最最贤明的君王，偏我又做不来飞燕杨妃那样的妖妃呢？他总说后宫没有哪个妃子像你这般懂事，为我分忧。那当然，他是我结发10年的夫君，这后宫怎会有人比我还爱他，还舍不得他为难。这么说着，他却从袖中掏出个罗甸描金沉香木盒，怂恿我打开。那对东珠耳坠在盈盈烛火下流光溢彩，叫外头雪光都失色。东珠岂是我这个贵妃能戴的？我慌忙把木盒推给他，却被他捉住手。他低头在我掌心细细吻过，叫我心头酥麻。在于安心里，刘儿就是我的妻子。外头的雪静静落着，他将头埋在我颈中，温柔的叫我无法招架。刘儿，再给我生个孩子吧，朝云他像你，这不公平。哪里不公平？朝云不是你的孩子。他又说这般孩子气的话，叫我哭笑不得。这次要很像我。这么说着，他的手已经滑入我的衣裙之下。我正起身推脱，却被他自身后拥住，带着我滚到厚厚的波斯毯上。原来你铺毯子是为这个。我恼羞成怒。刘儿难道不喜欢吗？他坏笑反问。我若是个昏庸帝王，也得让你知道酒池肉林，与你日日寻欢作乐。他只咬着寻欢作乐4个字，叫我脸热。烛影摇曳，长发纠缠，十指交错。他吻得热烈，叫我还未出口的呻吟都破碎。他一遍遍唤了我的名字，捉住我的指尖放在他心口。萧玉安的心只能分成2半，一半写着大周苍生，一半写着李刘。不待我反驳，他一个吻又封住了我的唇。我在心中偷笑，那我可不一样，我李刘的心只写着萧玉安，所以只是个贵妃又如何，我并不在意。我遇见萧玉安的那天，是他最狼狈的时候。我压根没想到，这个偷佛台贡品吃的少年，竟然是皇子。那年上巳节，我与身为国子监祭酒的父亲一起，去清泉寺参加3日的祈福。夜里，娘亲和阿姐们都睡了，我悄悄溜进观音殿，自幼绕着观音像走过3圈，边走边默念心中所求之事。据京城贵女们所说，非常灵验。
弟子李流，想问何时能寻到如意郎君？偌大的观音殿只回荡着我一个人的声音。如意郎君，郎君，君。殿内阴森恐怖，走到第2圈时，我有点害怕了。不对，怎么观音像底下的贡品少了个尖？明明刚刚还有9个啊！就在我哆嗦着，迈着软丝面条的腿要逃时，自供桌底下伸出了一只苍白的手，捉住了我的脚。不待我尖叫出声，就被这手拉到了供桌底下，极地的桌布将我们遮住，他死死地捂住我的嘴。谁？是巡逻的沙弥。底下很大，足够叫我们2个容身，却又很小，叫我们靠得很近。这么一挤，就叫我瞧见他的眉眼。他眉眼如刀裁，偏又有朝黑长睫，遮住少年心事。他一把嶙峋瘦骨，胳膊抵着我肋下，硌得我痛。这老鼠也太嚣张了。小沙弥摇头叹了口气。我拿开他盖在我嘴上的手掌，冲他挑眉张着口型，偷东西，贼老鼠。他掐了掐我的肥脸蛋，小胖脸，你思春，不知羞。我生平最痛恨旁人说我胖脸，于是我毫不客气地拧上他的腰。沙弥走了，我们还蜷缩在供桌底下，你掐我，我拧你，斗到半夜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重金求子多年不得的尚书之妻王氏，正在跪拜观音。若能得一对金童玉女，系女王氏愿一生荤素搭配。我和萧玉安恰好灰头土脸地从底下爬出来，喜得他以为佛祖显灵，将一脸茫然的我们揽入怀中。待他看清后，目瞪口呆道：三皇子。哦，原来他就是那个宫女所生，爹不疼的三皇子萧玉安，李记酒家的千金刘啊。萧玉安脸色一白，他在怕什么我知道，因为我爹李仲良是国子监祭酒，又是皇子们的老师。偏偏我李流大小姐脾气又爱告状，就连最得宠的大皇子萧齐安也不敢得罪我。这个掐脸之仇我一定会报。爹，三皇子欺负我。我假哭着跑进爹的书房告状。我爹听到我抽抽搭搭的哭声，连忙放下手中的狼毫笔，却在看到我肿起的胖脸时，我爹愣住了。你这脸是被他掐的，还是几天没见又吃胖了？爹，你管管啊。好好好，我爹努力忍着笑意，绷着严父的表情，今后可不要招惹皇子们，分明是他先动手的。我满脸委屈，旁的皇子就罢了，萧玉安绝不可能。哼，我爹就是偏心萧玉安。后来萧玉安告诉我，是梳着双压髻，婴儿肥的我太可爱，才叫他鬼迷心窍，伸出手捏了捏，没收住劲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跟萧玉安不对付，明里暗里给他使绊子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萧玉安竟然把我告状的手段学了去。我爹向来对我有求必应，这次竟然罚我半年不许吃零食。我馋得眼冒绿光，翻来覆去也没想明白，萧玉安有什么好？我爹为啥喜欢他？从他入学拜师的那天起就喜欢。入学第1天，众皇子接送束修，也就是拜师的见面礼。从前皇子们的束修叫我大开眼界，什么金镶玉戒尺、雪浪金银谢宣纸，最夸张的莫过于一个纯金镇纸，大如板砖，说镇纸实在委屈他了。金砖是大皇子萧齐安送的，他母妃是当今最受宠的德妃纪元，说是德贵妃，但连皇后都要在他面前忍气吞声，因为皇帝喜欢他，在后宫恃宠而骄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所以大皇子的礼物一骑绝尘。独萧玉安与旁人不同，他送了几条肉干，不顾一世哄堂嘲讽，只心无旁骛的俯身敬茶，对我爹行拜师礼。他不卑不亢，宛如后院那一排新竹，萧然君子风骨。后来我爹告诉我，萧玉安假以时日定成大器。我还不太明白假以时日是为何意。我爹说，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直到后来先皇不顾众议，非要立不成气候的大皇子萧齐安为太子，群臣死谏，万民驾前拦路哀哭，气得纪元摔了4、5个价值连城的花瓶，也没拦住萧玉安被立为太子。很久以后，萧玉安灯下批阅奏折到深夜，我劝他歇息，他眼中布满血丝，强撑着疲态，说要对得起死谏的群臣和万民。父亲说的对，我嫁对了人，他是这世上最好的儿郎，
也是大周最贤明的君主。但那都是后来的事了，反正我11岁那年，最讨厌的人就是萧玉安。丫鬟们用鸡蛋为我的脸消肿，说不要耽误端午，宫中贵女们聚会。端午聚会这日，旁的贵女带着艾草苍树香囊，独娘亲怕我饿，给我的香囊里揣了粽子。宫宴无聊的要死，贵女们都围着林咬娘。她家世煊赫，三朝为宰，又有人中龙凤的兄长驻守边关，偏偏她又是京城第一美人。与我要好的小姐妹说，林咬娘这样看似完美的人，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阴暗心思。我点点头，深以为然。刘儿，你来了。那时的林咬娘还没进宫当皇后娘娘，没有病容，满脸都是少女的朝气。哼，我不跟比我好看，比我温柔，长得还比我高的林咬娘说话。刘儿，送到你府上的糕点可吃了？林咬娘笑得如3月春风，摸了摸我的小脸。我瞧你没再要，是不喜欢吗？那我下次不送了。吃了吃了，我可喜欢那个枣泥糕了。我恨我的馋嘴。听我这么说，林咬娘疼惜地捏了捏我的脸颊。所以我讨厌林咬娘，我这肥嘟嘟的脸颊一定有她糕点的一份功劳。皇子贵胄们在对面水榭，与贵女们隔着一排如烟绿柳，他们都在瞧林咬娘，唯独萧玉安不在其中。任对面的目光在炙热，林咬娘只侧着脸与众姊妹闲谈，直到太医院的人来点苍术、熏艾草，一贯端庄娴静的林咬娘竟然红了脸。难道她是那蛇精白素贞，害怕端午节的艾草和雄黄酒？我偷偷观察她，发现她总似有若无的去瞧太医院的方太医。方太医有什么好看的？萧玉安没来宫宴，我借口上茅房去找他，却在冷宫门口迷了路，眼见着天色黑了。我忽然又想到宫里奶嬷嬷和我说的，冷宫里有不受宠、含恨而死的妃子，会在傍晚阴气最重的时候出来找替身。这宫殿偏僻，前后无人，隐隐有鬼哭。我越想越怕，蹲在墙根下哭了起来。我的身后却站定了一个人，他的影子将我整个笼住。一定是找替身的女鬼要来杀我了。哭什么？怕呜呜，你别过来呜呜。怕什么？怕死。那你回头看看我。不看不看，我看了你肯定要杀我了。不对，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我一回头，就是一脸哭笑不得的萧玉安。他强忍着笑意，眼睛盛着漫天星光，和我这个泪眼朦胧的小哭包。后来我们不知怎么和解了，坐在偏殿的台阶上，夜凉如水，我们拖着腮镜看天上星。咕咕咕，我们不约而同瞧了瞧对方的肚子，扑哧笑出声。我忽然想起来香囊里还带着个粽子，连忙掏给萧玉安看。我拍了拍粽子，一脸自豪，大不大？喜不喜欢？萧玉安一脸木然，只能说大，喜欢。但是你在香囊里装粽子，那你去庙里偷果子吃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立储一事，朝中物议沸腾。季贵妃忌惮萧玉安，在他饮食中下了毒，可阴差阳错叫老鼠偷吃了，老鼠当场毙命。他又饿又怕，才想起去偷贡品。毕竟拜佛的贡品不会有毒。我美滋滋地包了粽子，不计前嫌地分给了萧玉安一半。今后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。萧玉安脸上的表情晦暗不明，他拿着粽子垂下眼，那双睫毛生的可真好，叫他想藏心事就能藏。喂，好不好？我手肘捅了捅他。天星璀璨，我们的影子一长一短地投在宫墙上，我还矮他一截。他低头咬了一口甜粽子，忽地扬起了嘴角。好啊。他这一笑，叫我脸忽然热了起来。为什么那个晚上我会像林咬娘瞧方太医一样，一直偷偷去瞧他呢？我不明白。但是那天以后，我就成了萧玉安的跟屁虫。皇子们都怕我这个哭包、告状精。每次萧玉安被其他皇子欺辱，我如护犊子一般冲上前，叉着腰，用萧玉安的话来说，明明像个糯米团子，奶凶奶凶的，却说着最有震慑力的话。你们再这样，我可告老师了。皇子们蔫了，别说他们，就连皇上都怕我爹和那群刻薄史官。我们两小无猜的过了2年，直到我13岁那年生了病，高烧了3日，太医都说可能就不活了。我烧得迷糊，
梦到我走在了一片风雪中，天地皆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前头有一处暖融融的隧道，叫我忍不住想走近，却有一个瘦削的身影死死拉住我的手，叫我别走。梦里的风雪太大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只是那人一身如竹风骨，叫我想起父亲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，是萧玉安。我回头却陡然从梦中坠落，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，父亲在灯下沉默，娘亲和姊妹们围坐了一圈，个个眼睛哭得桃儿一般。大姐先发现我醒了，她一愣，随即惊喜地叫了出声。一家子在床前将我团团围住，连烛光都遮得密不透风。我要出去。娘亲父亲接拦着我，说我身子弱，受不得风寒了，他在外头等我。父母姐妹面面相觑，谁？我挣扎着爬下床，他们实在拗不过我，大姐搀着我，为我撑伞。我撑着病体，扶着阿姐，咬着牙一步步挪到门外。从我卧房到大门，这短短的路途怎么会这么难走？叫我走3步便剧烈咳喘。门开时，我的眼泪就落了下来。雪停了，一地雪光将天地照得明亮。那个少年连伞也没撑，一身风雪，宛如冰雕一般，静静站在我李府门口。他眉发皆被雪染白，大有城门立雪的样子，垂着头守在我府外。他手举，不越雷池半步。听见开门的动静，他略动了动手指，抬起眼，就看见我撑着门，面上带烧，红着眼，大口喘着气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他愣住了。天地偌大，我们眼中各自映着彼此的身影。我跌跌撞撞跑下去，看看要摔在雪地里，他却先一步将我紧紧拥住。刘儿，刘儿，刘儿！我咳得厉害，喘着叫他离我远些，怕把病气过给他。他像找到了失而复得的珍宝，用力将我抱在怀中。我们不分开，永远不分开，好不好？什么都是冷的，独他怀里是热的。我的脸贴在他的脖颈上，叫他轻轻叹息。我感觉到脖颈2滴温热。是雪化了吗？我不知道。阿姐羞红了一张脸，忙去遮住妖媚的眼睛。父亲娘亲先是愣住，我那个严肃古板的父亲才想开口说什么，娘亲就捏住了他的手，抿嘴摇了摇头。这婚约就定下了。那天的雪太大，若是未撑伞，我们便会叫雪染成白头。后来我们婚宴那天，亲眷站在洞房外，一路撒白果。白果白果，意味着白头到老，百子千孙。我扶着重重的凤冠，跟萧玉安抱怨，这百子千孙不对，洞里的老鼠精也不这么生。萧玉安疼我，用袖子为我遮起，叫我一点也没被白果砸到。没喝合卺酒，就这么护着了，可怎么得了？姐姐们取笑。刘儿怕疼，她轻声解释，末了竟然也红了脸。一贯君子风骨，克制手里的萧玉安，竟然这般宠妻惧内，叫周遭人们哄堂大笑。我羞得满脸通红，幸而有喜帕遮着，无人瞧见。后来想想，大约那时没淋过百子千伏的果子雨，也不该在雪天撑伞，才叫我这短短的半生错过了2次白头。萧玉安当上了皇帝，后宫渐渐丰盈起来。我是他结发10年的妻子，如今降为妾室，怎么可能不恼火？林咬娘封后那日，我心里不快，抄起玻璃灯想了想又放下，拿起玛瑙碗又觉得肉疼。都怪萧玉安，从前跟着他过惯了穷日子，害得我当了贵妃也小气巴拉的。所以当我娘走进琉璃殿的时候，我这个恃宠而骄的贵妃正没用的趴在床上哭。我娘亲轻轻坐在我身侧，摸了摸我的头。她小时候因为继贵妃过的苦日子，旁人不知，你还不知吗？她吃过很多苦，你若爱她，就不该叫她为难。娘亲2句话就叫我愣住。我想到了那个一身受苦，饿着肚子去偷佛饼的萧玉安。见面礼只送得出几条肉干的萧玉安，成亲后穷得捉襟见肘，却还给我买零食的萧玉安。他会学着做林咬娘从前为我做的豆沙糕。我爹训斥我为人妻不可任性妄为时，他连连点头称是，却在我爹转过头时悄悄捏我的手，冲我眨眼。他吃过很多苦，却待我如蜜。我哭得更凶了，但是这个气是消不了。那天大雪，我恶狠狠地把玻璃灯、玛瑙碗塞进包裹，
嚷嚷着要出宫要和离。萧玉安匆匆赶来，月光下自背后将我抱了个满怀，像极了那个雪夜。我们这般僵持着，鞋袜都叫血水浸湿。我试图推开他，他却像个幼稚的孩子，不肯松手。刘儿不是答应了我，今后永远不分开吗？我会宠着刘儿，不会叫刘儿受委屈的。他语气中的脆弱，叫我心软了。回了琉璃殿，他为我脚上搓着红浆水，怕我在雪地站久了生冻疮。刘儿，以后不必去和皇后请安。他待我这般好，反叫我心里不安。是啊，他会宠着我，护着我，我也不该叫他为难。既然是贵妃了，我就要学着改掉从前的大小姐脾气。所以林咬娘立后不久，我第一次去她宫中为她请安，还提着一盒糕点。众妃嫔以为我在糕点中下了毒，忙称身子抱恙，匆匆逃了。一贯艰苦朴素的楚嫔，绣花鞋都跑飞了，也没敢回头时。我正纳闷我名声为何这么差时，林咬娘却告诉我，因为萧玉安太宠我，他们怕我这般得宠，会成为下一个继贵妃，在后宫残害皇嗣，虐待嫔妃。我心里有几分说不出的滋味，放下糕点，一语不发。我知道，刘儿你从不是这样的人。林咬娘坐在我身侧，轻轻地抚上我的侧脸，她一脸歉疚，对不起，刘儿，我也没办法。林咬娘确实没有办法，她家3朝福载，出身好又比我端庄大方，还有一个哥哥在北境打仗，能为萧玉安分忧。她没办法，只有嫁给萧玉安，才能叫萧玉安和林家都安心。她的歉疚也是真的。林咬娘进坤宁宫那天，身子就弱了下去。她总犯咳疾，每日妃嫔们的请安能免则免，甚至连每月份例里帝后同寝的日子也分给我。她做好了皇后分内应做的，将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无人争宠吃醋，后宫一点脏事都没有。除此以外，她什么都不关心。若是得了空，只料理她宫中那满墙的蔷薇藤萝，还有葱郁的夹竹桃。这一次会面，我与林咬娘又像从前小时候一般要好了。萧玉安也觉得亏欠我，所以想着办法弥补。我们唯一的女儿昭云不过10岁，已经赐了封号，赏了公主府，并着一片富庶封地。她又不顾我位分，赐我东珠交房，赏赐像海水一样淌进贵妃宫，叫我最后一点小小的醋意都没了。她在贤君的分内尽力给我最大的殊宠。我读过许多才子佳人的话本，以为世上的道理应该是这样的。我呢，是个恃宠而骄却没什么坏心思的贵妃。至于萧玉安，要么变心在追妻火葬场对我万般补偿，要么是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昏君，护着我在后宫横行霸道，最后遣散后宫，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而林咬娘面上温柔娴静，实则贪慕荣华富贵，阴险狠辣，带着后宫一种妃嫔，费尽心机为我泼脏水，最后事情败露，灰溜溜退场。但不是，萧玉安深情不负，尽力给我他能给的恩宠。林咬娘将我视作亲姊妹，温柔娴静。我怕萧玉安为难，努力改掉小脾气，学着做一个温柔懂事的贵妃。明明一切都这般顺遂，以至于后来那个雪天，我缠绵病榻，病成一把瘦骨，也没想明白，没人害我，萧玉安也始终没有变心，为何会变成这样？这一切是从萧玉安登基后3年，那场春日10邑开始变的。那一年，南方生了瘟疫，方圆千百里，瞧不见一处活人，尸体堆成了山丘，若不掩埋，又是祸端。太医院的方千和年少有为，最善医治10邑。从前林咬娘与母亲回娘家，也染过病，众人都以为活不成了，却叫方千和治好了。萧玉安点了方千和去，10邑止住了，方千和却染病死了。因着天热，尸体只得匆匆葬在南方。方千和死讯传来的那天，初夏草木长，坤宁宫窗前花影摇曳。他叮嘱我和朝云坐在南头的窗户口，离北边那一架夹竹桃远些。小气鬼，我不计较你抢了我的萧玉安，你却怕我毁了你的夹竹桃花架。我抱着朝云，吃着林咬娘做的豆沙糕，就听见太监们奔走相告，传着喜讯，南方的10邑治住了。方太医呢？也回来了。有宫女问。
林咬娘修剪芍药的剪刀忽然停住，她笑了。方太医，他病死了。太监的语气耷拉下来，我手中的糕点顿住了。林咬娘的笑容僵住了。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带着朝云从坤宁宫走出来的。第二日细雨绵密，我撑着伞去萧雨安书房。林咬娘对我太好，叫我心下不忍。我去问萧于安，于安，方太医可有什么交代？似乎早知我的意图，萧于安书案上一纸清秀字迹，不负所托，只这4个字。萧于安默然，聪明如他，如何不知林咬娘心事？他不生气，不过是因为这心事并不龌龊，甚至叫人怜悯。我和萧于安早明白了，这世上身不由己的人有很多，我们能陪着彼此，已经算是幸运。萧于安是君子，林咬娘是君子，方千和是君子，而我大约也算得上一个心软的君子。我牵着朝云走在回宫的路上，朝云仰着婴儿肥的脸蛋问我：娘亲，皇后娘娘的病会好起来吗？我摸了摸朝云的头，会的，只是你要多去陪陪皇后娘娘，她待你很好。后来她后院那面家竹桃花架，一夜间焚烧殆尽。后来她的病好了起来，1年后生下了大皇子，眼睛像萧于安，鼻子像他。多年后，他和我说对不起，只是他那一天本来心灰想死，可朝云却跌跌撞撞扑进了他的怀里，跟他撒娇，叫他舍不得了。他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温柔的人，生怕害我与萧于安离心。他生产那天，萧于安要来陪我，却被我制住。于安，1年364日，你尽可来陪刘儿，独今日不可。萧于安垂下眼，略想了想，吻过我的额头。他说：你变得懂事了，刘儿。他第一次夸我懂事，叫我欢喜，他发现了我在为他改变。然后他匆匆往坤宁宫去了，我牵着朝云的手，目送他的仪仗。那天和宫欢庆，足足放了3日的烟火，赏钱也叫宫女太监们笑得脸酸。朝云在我怀中，瞧着外头的烟火，忽然他仰起脸问我：娘亲，朝云出生的时候也放过这样的烟火吗？没有，那时他不过是个穷太子，做不出这般大的阵仗。见我沉默，朝云反而不安了，他一双黑白分明的水眸认认真真地看着我。娘亲，朝云虽然不是男儿身，可会争气，以后也叫他们放烟花给娘亲看。我笑着摸摸他的头，并未当真。朝云还小，他并不懂，我不是在嫉妒林咬娘有烟火看，我只是觉得有点落寞。从前我和萧于安是没有烟花看的，那时他是又穷又不受宠的3皇子，但我们会依偎着彼此看天上的星星。我并未将朝云的话放在心上，日子继续过。那年朝云12岁，整天追着林咬娘哥哥的儿子林念，吵着要他教自己弓术。林念17岁，跟着他那个将军老爹学的一手好弓术。我讨厌林念，但他射箭的样子还有几分顺眼。朝云眼中满是不自知的少女心事。真的吗？那父皇把他调得远些。萧雨安冲我眨眨眼。别啊，父皇，我只是不那么喜欢他，也说不上讨厌。朝云逃一般抓起桌上的弓箭，掀了珠帘跑了出去。不说了，下午还有骑射，我要去找他了。朝云落荒而逃，带着珠帘一阵慌乱的脆响。我与萧雨安相视一笑。林咬娘听我说了，笑得直捂嘴。我只当林念一人念叨呢，竟是身居2地，情发一心。我与林咬娘商量着朝云和林念的婚事，可这1年萧于安的日子不好过。内有南方大旱，赈灾的银子叫国库捉襟见肘，还有逃荒的灾民勾结着，隐有揭竿而起的架势。外有北境魁魔侵扰，魁魔是北境的部族，不是架色，若是冬日缺了口粮，只管抢掠大周边疆的百姓，倘若只有一个，咬牙也就对付了。可内忧外患，叫他前后为难。南方大旱，从前那些赏赐被我退回，叫他先安定灾民。他又夸我懂事，然后匆匆往坤宁宫去了。虽然我也醋，毕竟他连着待在林咬娘那里不知多少个夜晚了，但是我不能不懂事，因为林咬娘的父辈们正南下赈灾，他的哥哥正在前线杀敌，不能叫林家寒心。我母家本就弱，帮不上什么忙，
怎么能再任性，叫他为难呢？虽然想明白了，还是不免难过。我以为难挨的日子就像冬天，咬咬牙就能过去。可惜不是，灾民的事情悬而未决。不久，林念父亲林如辉战死北境的消息也传了进来。好在战败也可以谈条件。那年的雪下得很大，奎摩的使臣多顿来了长安。萧玉安的脸色难看，宫宴上工人们个个脸生病气。奎摩并不是什么野蛮的部族，咱们也想与大周交好，奈何大周瞧不上咱们，才兵戎相见，伤了和气。多顿的眼珠狡黠一转，我们奎摩王说了，不想生事，只想求娶一位公主回去，结两国之好。我心头一惊。那天晚上，萧玉安宿在了我的琉璃殿。他未必是为了和亲一事来的，但是也叫我心中不快。屋外的雪既然落着，从前我们总说情话，一刻也安静不下，现在我们两个对坐，竟然无话。烛光映见他一张疲惫瘦削的脸，他犹豫着不知如何开口。这一犹豫就叫我明了，一定要和亲吗？我轻轻开了口，就不能打仗吗？你怎知？他诧异。不然你会来我琉璃殿？我话中带刺。刘儿，你在怨我？他皱眉。你说朝云长得像我，你舍得我去北境吗？刘儿，我再想想办法。他试图去捉我的手，却被我冷冷躲开。这后宫敢这般冷脸待他的人，恐怕也只有我。不能打仗吗？你读的圣贤书，不知今日歌5成，明日歌10成的道理。然后呢？今天是我的朝云，可明天呢？明天若是要我这个贵妃，你也拱手送出去？我如同一只护犊的母豹，歇斯底里。不可以对朕说这样的话。他冷下脸来，周身骤然凝上一层微压，宛如一盆冰水兜头，将我浇了透彻。是啊，他不是来跟我商量的，是来通知我的。我与他朝夕相处10多年，他从未在我面前自称过朕，我也只唤他宇安，险些叫我忘记了，他也是生杀予夺的大周皇帝。方才我说了多么大逆不道、诛九族的话，你好好想想吧。他只丢下这么一句话，就摆驾回宫了。那天外面的雪下得很大，竟然也留不住他。他没错，我也没错。他是大周皇帝，担心百姓受苦，心系苍生。但是他有林咬娘，有后宫无数妃子，可我只有朝云了。我与萧玉安冷战了3日，这3日他一步也没踏入我琉璃殿。3日后雪停了，我犹豫着服软，再同他商量一番。我带了些糯米点心，希望他看到能想起来。我们小时那般嫌弃对方，却因为分吃一个糯米粽子，喜结良缘。我希望他念旧情，可我到他书房就心软了。奏折如雪花一般堆在案上，萧玉安沉默着坐在奏折里，一言不发。他瘦削着脸，满眼血丝，见是我来了，眼中掠过一丝欣喜。刘儿，我的心一疼，可我没办法，朝云是我们唯一的孩子。我再想想办法。他嗓音嘶哑，再想想。他不是心狠不来我琉璃殿，是在想办法。可是我们都清楚，没有办法了。我沉默着把点心端出。长公主，长公主，您当心受了风。外头太监苦口婆心地劝着，快起来，进去说话。朝云在外面。我同萧玉安忙跑出去，就看见我的朝云在殿外跪着。朝云跪得笔直，一身鲜红嫁衣如战旗，在北风中猎猎。他对着我与萧玉安深深叩首，抬起头时目光迥然。朝云生在天界，享万民供奉。若朝云一人，可免2处战乱，百姓受苦，朝云愿意去。萧玉安说错了，朝云不像我，像他。他脊梁笔直如巨迎风，满口天下苍生。恍然又是当初拜师的萧玉安，一把铮铮君子风骨。我忙扶他起身，他不肯起，冲我撒娇。娘亲，朝云厌倦了宫墙四四方方的天，想去北境瞧瞧。这狡猾撒娇的模样，却又像我了。好不好，娘亲，朝云想去。那林念呢？我心中酸涩。他略一怔住，旋即面上又是那副长公主的刁蛮情态。林念，不过一时新鲜，我早不喜欢他了。朝云这般懂事，叫我心中一痛。我狠心不去理他，他却赖在我怀中。
让朝云走吧，娘亲。朝云只是嫁人了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我的朝云出嫁了。在一个寻常冬日，无风无雪也无晴，护送她去北境的正是林念。朝云几次装着若无其事的去瞧他。自父亲死后，林念更加沉默了，他不回头看他，只兀自盯着天际的云，满眼心事。我的朝云看林念的目光，分明与我看萧玉安一样。这个小骗子还满口不喜欢。朝云上了马，那片红随着绵延的仪仗队消失在拐角，我的眼泪落了下来。风大，众人转身欲走，只有我仍固执地踮脚瞧着。回去吧，刘儿。萧玉安去牵我的手，我蓦然转过身去，悄悄擦去眼泪。说回去，我却没忍住再回头看一眼。一回头我就愣住了。我的朝云一袭大红嫁衣，从拐角处纵马回来，宛如一团跳跃的火焰。朝云下马，乳燕头鳞一般扎入我怀中，鬓发散乱，头上钗环叮咚作响。他不顾周遭人错愕的目光，贴在我耳边低声说：父皇舍不得朝云，但是大周只有朝云能去，堂的姊妹太小，还不懂事。娘亲，不要和父皇离心，你们还会有朝霞、朝露和无数个朝夕，唯独不要记挂朝云。我的朝云太懂事，一滴眼泪也不掉。我心痛得不能呼吸，只哭着死死抱住我的朝云。我知道这一别，再见就难了。还有，父皇，今天朝云出嫁，你可要放烟花，放4天。马背上他笑得张扬，丢下这句话就走了。原来朝云还惦记着那天林咬娘诞下大皇子的那天，宫里放了3日的烟花。朝云虽然不是男儿身，可会争气，以后也叫他们放烟花给娘亲看。这句话我只当玩笑，原来他一直记得。那天宫里放了4日的烟花，萧玉安揽着我，靠在窗前静静地看。他和我道歉，说前几日政务繁重，叫他心烦，所以说的重了些。林咬娘的哥哥战死，父辈又在南方赈灾，我不得不。他这般贤明，叫我恨不起来。朝云走了，我们也该给朝云一个弟弟妹妹。他伏在我的颈窝，不无温柔。像我和朝云一样懂事乖巧吗？我的心仍然是痛的。他没听出我的意思，仍柔情蜜意。若是像你这般乖巧懂事，当然很好。我没办法释怀，去讨好他。2下沉默，萧玉安似乎知我心里难过，只从背后搂着我，轻轻叹息。刘儿，来生我们做一对寻常夫妻好不好？只有你我，我们的孩子也不用和亲。我的眼睛微微酸了，虽然并未原谅他，我还是点了点头。那下辈子我是个穷酸书生，你不过一般姿色。为什么我是一般姿色？我疑惑。因为你若是太好看了，肯定瞧不上我这个穷书生。他捉住我的手，话中是无限憧憬，然后穷书生去考科举。你为我缝衣衫，后来我中了状元，将你接来享福。我治国齐家，你安心做你的状元夫人。难道现在不是在享福吗？难道现在不是你萧玉安的夫人吗？我嗤笑，他面上浮现一丝尴尬的红。好，那我做个寻常猎户，每日砍柴打猎。倘若有一日外敌来犯，你为我绣战袍。你怎么净想着报国，也不为我想想？我拉下脸，想将手抽出，却被他先一步紧紧握住。他讨好的瞧我。那下辈子我当父皇那样的昏君，像他护着季贵妃一般护着你。那世上又会有个可怜的萧玉安，饿着肚子去佛堂偷贡品。我不忍心的。这么想着，我嘴上却不服软。你若做了昏君，我就不喜欢你了。我爱的萧玉安，心怀天下，做不得昏君的。那他为难的挠挠头。末了，我认命的叹了口气。算了，来生我们还是当佛堂里的老鼠精。你为了求我嫁给你，去佛堂偷贡品讨好我。知我在说我们出狱，萧玉安脸上也漾起了笑意，烛光映出他那张温柔的脸。好呀，老鼠精好。说出去不怕人笑话，大周的皇帝就这点出息吗？老鼠精哪里好？百子千孙，洞里的老鼠精可不就这么生吗？他说的是我们成亲那天，意味着百子千孙的白果。他脸上又是促狭的笑意，叫我脸热。一是灯火摇曳，外头的雪色太好，
太像那年冬夜，叫我又原谅他了。后宫的孩子出生了许多，我的肚子却始终没什么动静。林咬娘的儿子萧许国一天天长大，越来越像他。朝中林家开始慢慢施压给萧玉安，叫他早定国本，立萧许国为太子。那年秋末，天气已有了初冬的寒意。我在宫里散心，忽然觉得身子比往日沉些，便走到假山里坐着略歇歇。待我坐得久了，倦意袭上时，就听见一阵挣扎水声和呼救声。有人落水，落水那人是萧许国。我想也没想，慌忙跳下水去救他。我水性虽好，却被他拉住，呛了几口水。初冬，湖水刺骨的冷，我强忍着腹痛，竭尽全力拉着昏迷不醒的萧许国上岸。我蜷缩着身子，颤着牙关喊人，终于叫我等到萧玉安并着一众太医匆匆赶来。于安，看到他的身影，莫大的安全感叫我的眼睛湿了。我怕疼，也怕死，从小就怕，但是他一出现，就能叫我安心。我以为他会安慰我，拥我入怀，甚至感谢我救了他最出色的儿子。可是他没有，他竟自我身旁走开，满心满眼都是萧许国，他连一个眼神都没给我。我愣住了。萧许国冻青了一张脸，牙关打颤，神志不清。林咬娘白了脸，哭着将萧许国揽入怀中。怎么会这样？好端端怎么落了水？他这么无心一喊，叫周遭看我的眼神都暧昧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看我？难道他们怀疑我对萧许国下手？可是肚子好痛，痛得叫我咬着牙冒冷汗，说不出一句为自己辩白的话。宋贵妃回宫，好生医治。她自始至终没有给我一个目光，只丢下这么一句话。是不是她也怀疑我？我死死咬住下唇，痛得蜷缩在地上。一袭华美贵妃服此刻沾满泥土，慢慢阴上血色。琉璃宫中，与我素不相识的太医急忙去探我的脉搏。与我结发10余年的他，却不在我身边。在我痛得失去意识之前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太医说的：孩子没了。是吗？是萧许国没救回来吗？那林咬娘和他得多伤心啊！他们会不会以为是我害死了萧许国？他们会不会恨我啊？一世药香，我悠悠转醒，只觉得眩晕。萧玉安沉默着握着我的手，他眼中的神色是什么？有亏欠，有懊悔，却没有恨。我想到方才人群揣测的眼神，慌忙仰头看他。于安，不是我没有害他。他仍沉默，叫我慌张。于安，你相信我，他与你长得这么像，我怎么舍得伤害他？于安，你相信我，求求你相信我。我几乎是哀求着，可他只垂着眼，并不与我对视。沉默叫人心慌。我知道不是你，刘儿。他哑着喉咙，艰难地开口。我的眼泪一点点蓄上来了。他相信我。于安，你别难过，怪我救得太晚了，不然他也不会死。他没死。那太医说。我愣住了。是我们的孩子没了。他绷着背，努力抑制住自己颤抖的肩膀。他说什么？我们的孩子？难道方才的腹痛和血不是我越信来了？是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我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小腹，根本就没想到这里朝云的弟弟妹妹曾经来过。我们以后还会有的。萧于安安慰我。因为萧许国是众望所归的太子，他像于安，性格温润纯良。这样的人若是当了太子，对大周，对天下都是好的。萧许国只有一个，所以他急忙去救他。而我们的孩子以后还会有的，走了一个朝云，再走一个，还会再有。我不敢细想，只问他，倘若方才太医先救我，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就不会死？他不敢看我。我心下了然，竟然也笑了。他见我这般，面上为难，你且好好养身子，我们还有以后。甚至不等我回他，他就匆匆起身离开。他走了，因为太监过来说，皇上，大皇子又起烧了。初冬的傍晚，天色灰蒙着，外头的雪开始慢慢落了，像轻薄柳絮。屋里不冷，炭火都是最好的，烧起来有一点桂树的香气。他大约觉着亏欠，前脚走了，
赏赐后脚便如海水一样淌进琉璃殿。我靠着软垫，细细想着我与萧玉安这10几年的光景，不觉间滴下泪来。从前他惹我不开心，只变着法子慢慢哄我。他说刘儿怕鬼怕死，但是他不一样，他只怕我不高兴。我知道萧玉安仍然爱着我，只是不知道他还怕不怕我不高兴。足足1个冬月，我躺着闭门不出，醒了便是呆坐着流泪，睡了有时也会梦中哽咽。日子久了，竟然不知自己是醒着还是睡着。我瘦了下去，从前愁着不知怎么减去的婴儿肥也渐渐退了。林咬娘内心歉疚，带着萧许国来拜访，被我拒之门外。萧玉安心里不安，试过许多法子来哄我，我一言不发，只盯着床幔。要不要回家看看？他讨好地看着我。这语里不合，我垂下眼。只要你高兴，刘儿。他愧疚地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见我不像前几日一样躲开，他竟然激动。他察觉出我眼中一闪而过的光彩，准了我回家省亲。哪怕第2日便是除夕，按规矩，妃嫔们要合宫团聚，守岁跨年，从来没有允许妃子过年省亲的旧例，哪怕先皇那么纵着季贵妃，也没有过。他还是怕我不高兴，叫我心底升起一点希冀。我的心情好了起来，没告诉娘亲他们我要回家了，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。我从萧玉安赏赐的宝物中精心挑了些，南海珍珠项链送给娘亲，千年老餐送给父亲，还有些绫罗绸缎、新奇首饰送给姐妹们。见我左挑右拣，犹豫不决，宛如一个冬日囤粮的老鼠，萧玉安只宠溺地笑：要不要我再给你安排些人手？我拒绝了他，指一辆马车，悄悄出宫去了。我还没彻底原谅他呢。我已经许久没回过家了，不知爹娘会有多想我，我那个古板固执的爹，会不会激动到当场落泪？娘亲肯定会亲自下厨，到时候我爹肯定少不了唠叨，说他把我惯坏了。我还要和他们告状，说萧玉安欺负我。马车上，我只是这样想着，就忍不住偷笑了。车轮辘辘地碾过新雪，街上除了我这一辆马车，一个行人也没有。阖家团聚，我也能团聚了。我咚咚地敲着自家的大门。谁呀？这大过年的。我爹先开了口。我故意不答，笑得眼睛都要眯起来了。我要忍住，等我爹先哭。我打定主意，等着门开，看见他们喜极而泣，抱头痛哭。门打开了，我看见满脸震惊的父亲娘亲，他们嗫嚅着嘴唇，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娘甚至眯起眼去瞧我，想看我是不是她的刘儿。我站在灯笼下看得仔细，他们老了，两鬓斑白。竟然是我绷不住，先红了眼眶，我又是哭又是笑道：爹娘，刘儿回来了。娘亲怔住了，犹豫着去看父亲的脸色。父亲满脸惊愕：你怎么回来了？萧玉安准我回。我以为父亲激动过度，才会这般责问我。你和皇上闹别扭了？娘亲担忧地看着我。我没有，是他先。不要任性，快回去认错。父亲冷下脸来。我没有，我心里委屈。回去认错。父亲的语气满是诘责。哪怕你没有错，也不可这般恃宠而骄，任性妄为。哪有妃嫔除夕回母家的道理？你为刘儿想想。听刘儿说完，母亲努力去缓和氛围。我为她想，她可为自己，为李家想过。这般任性妄为，如今圣上宠她纵着她，倘若有天这圣宠不在，高处摔下，不是粉身碎骨吗？父亲语气严厉，叫我打了个寒战，如梦初醒。是啊，我嫁的不是寻常夫君，是大周的皇帝。从前嫁出去时，我便叮嘱他，不可像从前在家一般任性。如今，父亲长叹口气，竟然滴下泪来。刘儿，回去认错吧。刘儿，快回去。娘亲也湿了眼眶，忙把我往外推，不可惹圣上不快。娘亲满脸担忧，父亲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叫我无力辩解。你们都不听我说吗？我何曾任性过？从结发10年，屈居他人之下为贵妃，到我的昭云换大周一夕安寝，再到我的孩子换了他的孩子一命，我李刘儿何曾任性过？我只觉得心口压抑的喘不过气，竟然连眼泪都流不出来。
阖家团聚，寂静无声。我坐在马车上，沿着来时的路回去。马车到了宫门口，你去过节吧，我下来走走。贵妃娘娘，这宫中我待惯了，无碍。我赏了驾车的太监们些酒钱。我这个任性的贵妃，害得他们也不能好生过节。我慢慢的走，竟然走到了当初我和萧玉安坐着分食粽子的冷宫前。他是个好皇帝，从未苛待后宫妃嫔，所以这冷宫真的荒废了。我坐在冷宫门口，仰头看漫天星辰，听风穿宫墙而过。现在想想，从前我那么怕死，那么怕冷宫会有鬼魂，如今竟然不怕了。这和宫团聚，贵妃娘娘却回家了，可不能在宫中乱讲贵妃娘娘的事，皇上听见可会重罚。冷宫有值守的嬷嬷们，也在除夕夜偷闲饮酒。原来萧玉安这般护着我，也不许宫人议论我。我轻轻笑了，准备起身回宫，明日同萧玉安和好。娘亲和父亲的担忧是有道理，我还是要一个孩子傍身。毕竟从前朝云在的时候，我从不怕与萧玉安冷战，朝云总会向着我。贵妃娘娘也真是可怜，朝云公主死了，她又有了，谁知也没保住。贵妃娘娘这般心善又好性子，为何上天这般苛待她？何公瞒着娘娘呢？可不要乱说，要掉脑袋的。我怔住了。他们说什么？昭云死了。昭云公主也真可怜，才去奎摩，奎摩儿子逼宫把爹杀了，连着公主也。我贴着墙急切地听，这时宫里却放烟花了，除了耳边的轰鸣，我什么也没听清。我闯入冷宫，两三个老嬷嬷站立着跪趴在地上，满口的娘娘饶命。你起来，慢慢说。昭云公主死在贼子刀下，奴婢们也就知道这么些了。娘娘饶命啊！是我的昭云吗？我恍惚着走出冷宫，身后哭声、磕头求饶声，我一概听不见。昭云公主死在贼子刀下，这句话一遍遍剜着我的心，叫我痛得喘不过气。是我的昭云吗？是那个伏在我膝头冲我撒娇的昭云吗？是叫我不要难过，她会争气的昭云吗？是那个自己深陷泥沼还惦记着，叫我不要和萧玉安离心的昭云吗？天上的烟火一朵朵炸开，将皇城照得璀璨又明亮。和宫欢庆，宫宴开了，嬉笑声、奏乐声悠悠飘到耳边。宫外阖家团圆，鞭炮噼里啪啦炸开一串火光。这两处的热闹全都将我拒之门外，与我无关。我木然站在冷宫外，发现自己心痛的迈不出一步。我靠着冷宫的墙，慢慢滑落下去。娘亲，昭云也会争气，叫他们放烟花给娘亲看。昭云生在天界，享万民供奉。若昭云一人可免两处战乱，百姓受苦，昭云愿意去。让昭云走吧，娘亲。娘亲，不要和父皇离心，你们还会有朝霞、朝露和无数个朝夕。唯独不要记挂昭云。昭云只是嫁人了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说什么又不是不回来了？这个小骗子。昭云，我会哭会笑的昭云，分明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再也不会了。原来悲痛到极致，连眼泪也掉不下来。萧玉安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还是你也和旁人一样，以为我会恨你？我何时恨过你？我只是难过，我们竟然不能和一对寻常夫妻一样，依偎着彼此，挨过丧子之痛。我甚至怀疑，昭云死时，你痛过吗？你不会痛，你是大周的皇帝萧玉安，你有萧许国，有许多公主皇子，他们像昭云一样敬畏你，爱戴你。可我李流只有昭云了，现在昭云也不在了。我那么相信你，那么见不得你为难。你说皇后不可能是我，没关系，我母家弱，本就帮不上你什么忙。你说只能和亲，没关系，我的昭云她也懂事，我们还会再有别的孩子。你说你萧玉安的心分成了两份，一份是我，一份是大周的苍生。没关系，谁让我嫁的不是寻常男儿，是心系天下的皇帝呢？你给我荣华富贵，给我独一份的殊宠，给我一切我不想要的。你从前夸我灵动俏皮，心思纯良，如今只夸我懂事乖巧。难道我不想做一个恃宠而骄的贵妃，仗着你的宠爱肆意妄为？我想，可是我舍不得，因为我见过少年吃苦的萧玉安。
见过灯下为国事操劳的萧玉安，见过无可奈何的萧玉安，所以我舍不得。从华服加身到交房专宠，再到东珠殊荣，我竟然还是怀念和你坐在这里分吃一个粽子的时光。那样的少年时光再也回不来了。我在冷宫外头枯坐，一夜的北风将我的心一点点吹冷。天边泛起了鱼肚白，隐隐听见个宫开了门，嬉笑着祝贺欣喜。我蓦然起身，强撑着慢慢走回我琉璃宫。远处太阳一点点升起，绚烂的朝霞一点点散了。从来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是这样了，我病了，病得很重，总吐血。太医日夜不离的值守，琉璃殿终日药香不散。他们在为我的病情争执不断。娘娘这是受了冷风，邪气入体。娘娘这是上次落水惊风，旧疾未愈。随他们说吧，药总会熬好递给我。我只呆呆地看着床幔，吃药也张嘴，吃饭也张嘴，可我依旧肉眼可见地瘦削下去。萧玉安来过几次，平退众人，只握住我的手哽咽。刘儿，我们不是好好的，怎么这样了？是啊，我们好好的，怎么这样了？他告诉我，当初推销许国下水的人是他派去的，因为林家势力在朝中根深蒂固，对他施压。为了不叫林家生疑，所以落水那天故意冷落了我，却不想害了我们的孩子。他告诉我，瞒着昭云的死讯，也是怕我郁郁不欢。我这么爱他，不叫他为难，乖巧懂事。他也这么爱我，事事为我考虑，赏赐堆成了小山，生了灰。我们明明尽力去爱着对方了，为何会这样？贤明如他，竟然学昏君，叫锦衣卫为我去搜罗新奇玩意儿，悬赏逗趣的戏班子，只为叫我展颜，给他一点目光。他羽翼渐丰，叫前朝对我不敢多致一词。他在前朝何等手腕，如今只哀求我多看他一眼。他瘦削着脸，眼下淡淡乌青，皆因这几日不眠不休守在我身边。我终究对他狠不下心，却也没办法爱他了。爱他太苦了。于安，听我唤他的名字，萧于安的眼中染上一丝希冀。你说，刘儿，你要什么？我在听。我忽然觉得我们都有些可悲，他总以为我要什么，可我什么也不要。外头的雪簌簌落着，恍然又叫我想起10多年前，我好像要死了。我静静看着外头的雪，不要说这样的话，你不会死，我们还会有许多朝夕，许多以后。他红着眼将我揽入怀中，哽咽着。我轻轻摇了摇头，没有了，别说朝夕，我也不要来生了。会有的，会有的。来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做个漂亮的耗子精，我为了求你嫁给我，去托佛台贡品，刘儿，会有来生。他眼中满是哀求，我只轻轻摇了摇头。这一世太苦了，来生我也不要了。他像是下了莫大的决心，艰难地开口。我会废后，遣散后宫，与你一生一世。原来我从前妄想过的事情，他其实知道，只是他是贤君，我也算得上懂事，所以做不出这种荒唐事。林姐姐和姐妹们并未做错什么，她们为你生儿育女，困守深宫。于安，不要说这样的话，叫他们寒心，不要为难他们，要好好待他们。萧于安怔住了，兀自握着我的手，低头沉默。良久，2滴温热落在我的手背上。他哭了，还是我哭了，都不重要了。萧于安守了我3日，后来泰山震颤，他不得不去祭天，忏悔罪行。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，我忽然明白了从前想不通的道理。为何我们尽力去爱对方，还会落得如此下场？大约白头到老，除了深情，还要一点运气。我的运气不太好。他才走，林咬娘来了。她红肿着眼睛，一个侍女也没带，只身过来瞧我。林咬娘试图握住我的手，却在摸到我一把瘦骨时，忍不住抽泣。妹妹从前馋我做的枣泥糕，吃的脸蛋圆起来，不知多可爱。是吗？我有过这样的从前吗？妹妹，我对不起你。林咬娘不住地用手帕拭去眼泪。我不想梗在你们中间，可我也身不由己。外头天色暗了，雪光莹莹，将琉璃殿照得明亮。她握着我的手，慢慢说我们的从前。我从小被教导端庄沉稳，
从来做不得主，只任性了一回，就害死了他。他说的是方千和，我知道。我坤宁宫种的夹竹桃是我私心种下的，夹竹桃花粉叫我总犯咳喘，难怪他叫我离夹竹桃花架远些。我们从未逾越，甚至不曾多说一句话，可我的心思还是害死了他。他不是死于时意，是我父亲杀了他。我本想寻死，可朝云闯了进来，他那么懂事，那么可爱，我便想着，若是我也有个孩子陪伴，这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？林咬娘喃喃着滴下泪来，一身华贵，非常的绸缎，装裹了一颗早已枯死的心事。你可曾怪过我？我只觉得疲惫得很，累得说不出话，摇了摇头。他一直爱着你。林咬娘满脸愧疚，刘儿，你要好起来。我好不起来了，我知道。外头的雪慢慢落着，叫我恍惚间看到了10多年前的雪夜。那是我高烧了3日，梦中迷迷糊糊要死了，那感觉和现在无比相似。我大约要死了，又歪头咳出一大口血。刘儿，刘儿！林咬娘慌了，忙起身呼唤太医。太医，太医呢？我尽力捉住她的衣袖，努力开口。姐姐，萧玉安什么时候回来？他3日内就可以回来了。刘儿，你会见到他的。会的。是吗？3日后啊，那么今晚他不会来了。我勉强支撑着，朝林咬娘一笑。姐姐，我没事，只是想吃你做的枣泥糕。好好好，姐姐回宫给你拿，你且等着姐姐。林咬娘的眼泪噼里啪啦地落在我的手上，她努力擦干泪，慌忙起身。她推开门，跌跌撞撞地跑出去。瞧着她离开了，我才放下心，任由自己的身子沉下去。外面大雪呼啸，天地间银白一片，像极了13岁那年的雪夜。只是再不会有一个少年站在那一片风雪外，等我醒来了。后记：萧家的名号是按照国泰民安为次序，父皇这辈叫萧玉安，我叫萧许国。大周洪启元年，我接过父皇留给我的一个国泰民安的大周。父皇登基时，大周民生凋敝，内忧外患，他费尽了心力，才叫百姓过上安稳日子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皇贤明儒雅，向来处变不惊。可父皇从泰山祭天回来的那日就变了。那天我母后哭得像个泪人，她从来端庄娴静，未曾如此失态过。她叫我出去，我以为父皇欺负了母后，就坐在门外静静听。他有没有只言片语留给我？父皇颤抖着声音，娘亲只是沉默，压抑着抽泣。母后口中的他是谁？不知为何，我想到了一个温柔孤单的身影，但是始终想不起他的样貌。大概是因为他总生病，闭门不出。父皇从母妃宫中出来，像是一天之间苍老了许多。父皇从前勤政，如今更是不顾惜自己的身子，整夜的扑在政事上，叫母后担忧。后来我当了太子，也到了选妃的年纪，如花一般的贵女们站在我面前，她们含羞带怯，不敢抬眼瞧我。唯独刘尚书家的小女儿刘云睁大那双水眸，好奇地打量我，举手投足间戴着头顶的流苏布摇都颤抖，叫我心一动。我想选她，父皇却轻轻制住了我。他告诉我，最喜欢的不要选入宫中。我不解为何。我会疼他宠他，为他在这宫中遮风挡雨。父皇只摇头，说遮风挡雨，可这风雨都是你带给他的。父皇说的不对，他与我母后不是恩爱白头，一辈子相敬如宾吗？我怎不见什么风雨？我没听父皇的，还是选了尚书家的小女儿。我会照顾好她的，会给她后宫独有的殊宠，怎么会叫她面对风雨香消玉殒呢？父皇糊涂了，这世上哪有两情相悦，深爱对方却落得凄凉下场的故事？我会保护好她。父皇退位了，将大周交给了我。他老了，也渐渐记不得许多事情。照顾他的工人都知道，父皇他爱吃粽子，爱吃公佛的福饼。刘儿，父皇常常念这个名字。新来的工人不知道，那是从前贵妃娘娘的名字。父皇驾崩在一个雪夜，工人找到他时，他正坐在冷宫门口，一肩风雪，须发皆白，神态安详。父皇驾崩后，史官整理了前朝的史书，交由我翻阅。
父皇他生前仁慈、宽宥、敏下、善纳，苛刻如史官们，竟也挑不出他半分错处。这本史书前半生看去花团锦簇，唯独退位后的后半生，父皇终日沉迷烧符炼丹，求仙问药，史官说他昏聩。史书里还提到舅舅家中的长子林念做了将军，守着北境终身未娶。这个叫奎摩人闻风丧胆的将军，却有个缱绻的名号昭念将军。有人说他是念着为前朝而死的父亲，有人说他是一心为国，不改朝夕，还有人生了一点桃色心思，说将军从前喜欢一个姑娘，名字里就有个朝字。不过林念已死，这些说法都已不可考。又因他性格狠戾，奎摩降兵不论老弱，一律坑杀，不留活口。史书下笔太狠，说他识很绝，性孤立，不加敏。最后关于父皇前半生勤政为民，后半生却沉迷神佛之道一事，众说纷纭。有人说父皇怕死，有人说父皇怕大权旁落，有人说父皇怕百姓受苦。他们都猜错了，父皇他是怕没有来生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